Hello， 大家，这次我一个人走了飞驼高山，还有白川乡合掌村的一日游，行程大概怎么走，值不值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大早真的是超级想睡的，因为我今天大概早上7点半就爬起来，准备跟团参加这次 Klook 上买的世界遗产飞驼高山跟白川乡合掌村的一日游。那这些地方应该是大家来日本中部旅游都不会想要错过的景点。接着时间是早上的8点10分，会先搭大约3小时的车到飞驼高山，在那边会有2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接着再驱车前往白川乡合掌村，这边也停留2小时后，表定是晚上7点左右会到名古屋市区。其实我一开始在规划这个行程的时候，有考虑自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但是后面看了票价，还有转车时间跟整体体力的安排，我觉得直接参加这种一日游的行程可能会比较方便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对独旅真的是很友善，类似像这种一日团或者是餐厅，其实一个人都可以报名，完全没有压力。导游后面甚至还帮我安排2个座位，整体旅行的过程非常舒服。我先边搭车边吃个早餐，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，也可以帮我按个赞，顺手订阅一下，谢谢你。能排队让我排2个小时，我不骂街的，没有。排得越久，骂得越狠。一条线呢，就是我们第一天一定要来的地方。因为这次跟团，我觉得真的超级幸运的，遇到一位讲解超级认真的导游，整路都在分享重点资讯。像我们第一次来飞驼高山，只有短短2个小时，他就帮我们整理出几个一定要去或是一定要吃的地方。因为我们抵达时间差不多是中午的11点，所以一开始我先冲去宫川朝市，趁他12点休息前，抓紧时间晃一下。No, you're not treating everyone like that. No way you're eating just anyone like that. What a good view, looking at you do what you do. It's worth the wait. 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这一瓶白之命牛奶，这间店在早市的入口处，是飞驼市当地的产品。它是用低温65度杀菌处理的牛奶，保留了非常浓郁的奶香。最让我惊艳是它口感非常清爽，可是奶香却可以在嘴里停留很久，很推荐大家来试试看。Boy, you don't hold back if you're all like that. Got me dreaming all night that we'll run it right back. 第二个我要推荐的是这个，据说是江户时期流传下来的稀有甜点芋甜，它是用蛋白、砂糖、寒天混合，外层再刷上一层蛋液烤制而成，外皮有点酥，里面吃起来像棉花糖一样绵密，真的是很特别，也很好吃。接着我们来到上山之町古街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计划这边逛完后去高山正屋。这一带的街道保留着江户时代的建筑风格，简单来说就是有点日本古代的商店街的感觉，走在里面有种穿越到日本时代剧的场景。我边走边逛了几间像是清酒酿造厂、老字号的味噌工厂，还有鲜贝店，也在路边尝了这边的必吃小吃五平饼。它就是把梗米饭压扁后串在竹签上，表面刷上酱油、味噌、芝麻等酱料，再用炭火烤出香气，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乡土料理。口感是 Q 中带酥，酱料是咸甜交融，非常特别。Maybe we should let this fall apart. 那来到飞驼高山，一定要尝试的就是飞驼牛。我这次吃的飞驼牛寿司店，他们是采用经过认证 A5 等级的飞驼牛膝小部位，肉质非常的软嫩，入口即化，肉香四溢。另外因为时间宝贵，然后本店的人实在排太多人了，我就改去附近的姐妹店。虽然有人说这边的口味会稍微不如本店，不过我吃起来的感觉还是觉得非常的超值好吃，蛮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接着再搭1个小时的车，我们来到白川乡合掌村。其实这里就是迪丁合掌村落，是3个被登录在世界遗产中的村落中，户数最多也是最有名的一个。
游览车停好之后，要进到村落之前会先经过一个吊桥，沿着路走进去，大概前几间就会看到超人气的布丁之家。我一开始看到门口的排队人潮，心里有点退却，想说算了，回程的时候再来买。结果回程的时候队伍已经绕一大圈，所以你对河掌村的水布丁有兴趣，我建议一到就立刻先去排队。至于行程安排，我是打算一开始先步行20分钟左右直冲观景台，先看风景拍照，然后再慢慢逛村落的景点。接下来我慢慢走到了升天家，这是一栋有超过160年历史的合掌造建筑，是江户时代后期遗留下来的民艺馆，也是白山乡里保存着最完整的一栋建筑。升天家本来是以酿酒为业，整栋建筑总共有4层楼，特别是完全没有用一根钉子却能撑起整个雪季屋顶上的厚厚积雪，真的很厉害。走到里面有一种烟熏混着木头的味道，带着一点历史感的温度，很难想象这座老房子不止历史悠久，还意外地坚固又温暖。结束合掌村的行程后，大约晚上7点左右，我们回到名古屋市区。晚餐其实犹豫超久的，原本想要去吃美登利寿司，打算大快朵颐一番，结果抽了号码牌在外面等的时候，刚好听到隔壁几个台湾人在抱怨，他们已经排了1个小时都还没有轮到。我立刻转身跑去旁边的赞岐乌龙面店，点了一碗肉片乌龙面，出乎意料的清爽又好吃，面条非常有弹性 ，Q 弹有嚼劲，调味很简单却很有层次。看店家的说明是用濑户内海的盐巴加上特调酱汁，还有生蛋黄跟现磨的芝麻粉，拌一拌后大口吃下去，整个超级开胃，是今天的完美收尾。